皇上，我还有一件事情要讲。之前阿冉成亲仓促，我想在认亲宴之后为他们再大婚一次，还请皇上为他们2个选个好日子。好啊，姑母放心吧，这事儿啊我都放在心上了。你回去等消息，我选好了就会拟旨。众人谢过皇上，起身告退。林将军劳苦功高，将军府不应该撤下，但是林开成是文人，林将军也已故去，把将军府改为忠义郡王府，封林开成为忠义郡王，赵敬轩为郡王妃，林心计为郡王世子，林晋冉就长公主陈王有功，又是郡王女儿，就长公主陈王有功，又是郡王女儿，故封为冉郡主。冉郡主与温彦礼之前只有婚书，并无婚礼，着2人于1月之后大婚。温家也收到了一道圣旨，与第3道内容一致。4道圣旨当天晚上就传遍了京城的大小官员之家。云仙罗这会儿气得摔了好几个心爱的茶盏。爹，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？平妻也不行吗？阿罗，你还是不要再想了。如果林开成不是郡王，或许还有商量的可能。现在你还是把目标转到其他人身上吧。哼，我可不这么认为。有些男人只有让他得不到，他才会永远喜欢你。温彦礼，我还想再争取一下。怎么了？是不是动了胎气？哎呀，郡主啊，在下实在诊不出来，还请郡主再找名医吧。好，有劳了。阿冉，怎么办？你娘很是难受啊。我先诊脉。他若有所思地说：“有些奇怪。祖母、爹，你们先出去一下，我给娘亲检查检查。”林建冉却没有脱他娘的衣服，而是把手放在他娘的肚子上。弟弟，我知道你能听见，你可能还在怨恨之前的林家人，对吗？如果是的话，你就动2下。在林建冉将手放在他肚子上的时候，他就感觉到不疼痛了。我知道你之前来过咱们家，由于林家的坏人使你不能降落世间，不过你放心，现在不一样了。现在爹是郡主，娘是王妃，你可一定要顺利的出生，并且快乐的长大。你之前那样折腾娘亲是不对的，你是不是想要让我过来？如果是的话，你就动1下。果然肚子鼓了一下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任何人有伤害你的机会，好好的在娘的肚子里长大。等你出生之后，姐姐教你读书写字，练武打拳。肚子鼓了一下之后，安静了。你以后不要折腾娘亲了啊，我会常来看你的。阿冉，他是我之前那个孩子，是吧？娘，这件事情就不要让别人知道了，连爹和祖母都不要说，我们心里有数就好。我以前觉得没有保护好他，对他很愧疚，所以今生还能再见到他，我很高兴。弟弟也不会想你愧疚的，不然他就不会再来了。一会儿怎么与你爹和祖母说呢？娘，放心吧，交给我就行。阿冉，你娘怎么样了？祖母、爹，娘亲没事了，是肚子里的弟弟太过调皮，提前胎动了。我已经为娘亲施了针，以后不会这样了。我家的孩子如此与众不同吗？这还不到4个月呀。你的意思是你娘肚子里的孩子是个男孩？是男孩？是啊，怎么你们不高兴？宴会厅里面热闹非凡，宾客们自己在一起议论纷纷。哎，你们说长公主怎么今天才办认亲宴？郡王他们都回来好几天了呀。长公主是怕耽误郡主的婚期吧？云仙罗在旁边听得差点咬碎自己的银牙。事情为什么不像上一世那样？林晋冉为什么要活着？所有的事情都是因他而改变。如果那时他死了，所有的意外都不会发生。
我必须要做点什么才能把事情扳正。林静然绝对不能和温夜里大婚。那些人应该来了吧？我都给他们去信了。如果他们再不来，那就太怂了。哼，我看得出来，温夜里像上世没有和我圆房一样，他照样没有和林静然圆房。他应该也只是为了林静然的权势吧。各位，我宣宁真谢谢大家在百忙之中来到郡王府，参加我与成儿的认亲宴。诸位，我儿林开成之前被歹人抱走，更名为林大海。从今天起，林大海正式用回林开成，这就是我的儿子林开成，现在的忠义郡王。这是我家成儿的王妃赵氏静轩，这是我的孙女儿冉郡主，这是我的孙子林心计。长公主今天也是高兴，介绍完了他们，又把赵明志叫了过来。这是我儿媳的父亲，今年的2甲第10名进士。长公主，说起来，王妃的身份有一些低呀，不如再给郡王娶一房平妻吧。是吗？那你说我家儿媳应该是什么样的身份才合适呢？怎么的也得是3品大员以上的女儿吧。赵坚白想站起来反驳，被夫人拉住，摇了摇头，那意思是还没有到时候。我儿子之前是在乡下种地，你认为一个种田的，哪家的3品大员愿意把女儿嫁给他？你敢说老子的女儿配不上郡王？难道你想让你的女儿嫁过来吗？你认为一个种田的，哪家的3品大员愿意把女儿嫁给他？你吗？不对，你好像级别也不够呀。之前是没有，所以现在才要娶平妻呀。你的意思是，人的地位高了，就要把地位不如自己的妻子换掉？糟糠之妻不下堂，这句话你懂不懂？还是说你此人只可共患难，不可共富贵？是不是你随着地位的升高，妻子已经换了好几位了？如风雨，闭上你的臭嘴！你敢说老子的女儿配不上郡王？难道你想让你的女儿嫁过来吗？你敢说我的女儿不配？你是不是太高看自己了？觉得什么事情都得经过你的评判？这怎么可能？王妃不是叫赵秀兰吗？是2甲进士赵明志的女儿。刚才长公主介绍了，怎么又变成你的女儿了？本来今天是长公主和开成的主场，我没想要发言。既然你如此挑事，那我只好站出来说话了，还请长公主不要怪罪。赵大人说的哪里话？但说无妨。我对不起我的女儿，她特别小的时候就被人给偷走了，我们找了30多年都没有找到，直到郡王回京，我们才发现王妃是我的女儿。原来很多年前她被人所救，一直好好的养着，那人就是赵明志，而他竟然是我多年未见的连亲，这可真是老天有眼呐！这句话里的信息量太大了，众人都被炸得反应不过来。什么？林静然不光父族强大，母族也如此厉害？原来上一世是我捡了便宜。可是既然前世被我捡了，为什么这一次不再重来一遍？林静然果然不该活在世上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从外面进来了几个人。云心罗一看，瞬间高兴了，与林静然有婚约的人终于来了。长公主，真不好意思，听说我的孙媳妇回来了，我很是高兴，未曾接到请帖，私自前来，还请长公主恕罪。沈皇上，我孙女是回来了，她可不是你的孙媳妇呀。饭可以乱吃，
话可不能乱说呀。哎，长公主此话差矣。在郡王的满月宴上，我当时提出娃娃亲，你当时说的是与赵夫人腹中的孩子有了娃娃亲，所以我才提出孙辈之约。长公主当时也没有反对呀，既然没有反对，那应该就是同意了呀。我去，这么狗血的吗？我也有婚约在身。这古代的人们把婚姻如此儿戏的吗？刚满月的孩子就被定了下来？我的娘子怎么老有人惦记？那得看我同意不同意。沈皇上真是难为人，你难道不知道沉默就代表着反对吗？更何况当时我儿被人偷去，我哪还有心情去考虑他的孩子的婚姻呢？长公主，可是郡王活着回来了，那婚姻之事就得作数啊。林开成站了出来。沈皇上是吧？不好意思，当时的事情我不知道，再者无凭无据，我是不会同意的。你们不同意也不行啊，毕竟长公主金口玉言，她可是同意了的。温彦礼觉得他有必要站出来了。沈皇上，你刚才也说了，长公主并没有拒绝，也没有同意，那就是她并未开口，何来金口玉言？再说了，金口玉言只能用来形容皇上，你把这个词用到长公主的身上，这不是给长公主定罪吗？你是什么人？不才，本人是冉郡主的夫君。长公主，你这就有点过分了。冉郡主与我孙有婚约，你怎么可以私自配与他人？沈皇上，这可怪不了长公主。我与冉郡主成亲之时，长公主还不认识我们，所以你怪不到长公主。如果长公主有预测未来的本事，早就把郡王接了回来，为何还要让郡王在乡下受苦？再有，也怪你孙子与阿冉无缘。你的孙子如果像郡王一样，早早的在微末时期便把自己的娃娃亲找到，当然就没我什么事儿了，对吧？他拉着林静然的手，爱怜地看着他。温彦礼很庆幸自己早早地遇见了林静然。为什么云心罗没有说起？沈高飞不由得看向了云心罗，就这么一眼，让林静然明白了，这事儿坏在了云心罗身上了。我就说嘛，800年不来往的人，为什么会想起这个娃娃亲呀？原来是云心罗搞的鬼呀！可是他是怎么知道这事儿的？他才几岁啊？难道是前世知道的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意思很明显呀，你进来的时候没听赵大人说吗？我岳母是他的女儿，我岳父亲自找到了自己定下的娃娃亲，他们这才叫真正的有缘分。你的孙子也可以在阿冉微末之时找到他，那时的他也应该会同意你们之间的婚事，只是你们没有付诸行动，想要不劳而获，这是否有些不要脸了呢？而你今天来只是为了得到长公主府的势力吧，想着为自己的皇商之路再添一块砖。只可惜你的孙子与阿冉无缘也无分，注定此生没有交集的。长公主，现在冉郡主和温状元还没有大婚，何不给我一个机会？长公主也可以从中观察一下，我们俩到底谁更合适。沈公子，我与冉郡主的婚事皇上已经定下，况且我们是在补办婚礼，你懂补办是什么意思吗？就是我们已经是夫妻了。温状元，你应该也不是真心喜欢林静冉的吧？要不然你们都成亲1年了，为何还没有圆房？天哪，这些话是我们能听的吗？不会以后被灭口吧？应该不会吧。不过好想知道他们为什么不圆房啊？难道是温状元不行？云心罗真是急眼了呀！一个姑娘家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说出人家夫妻间的事儿。云姑娘，你应该还未出阁吧？一个姑娘家这么喜欢管我们夫妻间的事情，这难道就是你兵部侍郎家的家教吗？他竟然对我说如此绝情的话，即使在前世他也不曾这样对我，果
然一切都是林静然的错，所以他不能活着。温状元，你怎么可以如此绝情？即使你不理会我对你的情意，但我说的也没有错呀。你们两人之间也没有感情啊，不然为什么不圆房？难道你在为别人守身，冷落林静然？林静然没有说话，慢慢的走到云心罗面前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啪的一声打了他一巴掌，打得云心罗在原地转了2圈，然后摔到了地上。哎呀，真疼啊，脸皮真厚。温夜里闪身过来，有事让别人动手，干嘛自己动手？等一会儿我给你上药去。云心罗坐在地上还没有反应过来，有些痴傻的发愣。哎呀，阿罗，你没事吧？林静然，你不要以为你是郡主就可以随便打人，我要去皇上面前告你。立春，掌嘴！立春，掌嘴！二话不说，来到云夫人面前，左右开弓打了2下。你为什么打我？不知道为什么打你们。立春，给他们解释一下。是，云心罗作为一个臣子的女儿，妄议郡主房中事，视为1不敬；对郡主直呼其名，视为2不敬；云夫人对郡主直呼其名，视为3不敬。郡主只打1掌，体罚太轻，还请长公主示下。众人这才反应过来，云心罗自始至终都没有叫林静然一声郡主，被打也是活该呀。请府医来看一下，别到时他的脸出现问题，赖在我家阿染的身上。我家阿染还小，可不能被人无故诬陷。温状元，你是不是应该解释一下，你和林静然为什么不圆房？是不是心里装着别人？这次立春不用林静然吩咐，上前就打了云心罗一巴掌。立春，你怎么打人家那个脸啦？你好歹给人家来个对称呀！你瞧这样多不美观。长公主，是奴婢的错，下回可以打另外一个脸。好，这下在场的人都笑了。她林静然有什么资格当个郡主？难道就因为她是长公主的孙女吗？立春姑娘可以打另一张脸啦！啪的一声打在了另外一张脸上。温状元，现在可以说了吗？这云心罗是疯了吗？对这个答案如此执着。安然，我们要不说了吧？你看大家都想知道的样子，不如就满足大家的好奇。还是你来说吧，毕竟人家一个小姑娘，说这事儿还是有些害羞的。既然大家这么好奇我夫妻的事，我说一下也无妨。其实这事很简单，我师父给了我一本书，书上说男女不可成亲过早，假如已经成亲，也不可过早圆房，不然对男人、女人都不利。云心罗怎么也没有想到温夜里会说出这样的一番话，这让他之前的打都白挨了。你胡说，国师怎么可能说出这样的话？皇上驾到，皇后驾到。姑母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大家都不吃饭，围在一起想要干嘛呀？皇上，温状元说有一本书，上面写着男女不可过早成婚，我们想要让他拿出来看看。云心罗的话差点把云夫人和云永志给吓死，不如趁这个机会把这本书面世。确实应该如此，总不能我成亲晚了，别人却美女在怀吧？要难受，大家一起难受。哦，温状元真有这样的书？皇上，确实有这样一本书，只是这本书是师父给的。其实这本书是给冉郡主的，因为它属于医书的范畴，但是师父也让我看了，主要是让我遵守，别犯规。哦，医书啊，不知道国师有没有说过可以让别人看？回皇伯父，师父虽然没有说过让别人看，但是也没有说过不让别人看。他从来都不是一个自私的人，所以我去把这本书拿过来。你说放在哪儿，让丫鬟去拿吧，何必要自己去呢？立春跑了过来，又打了云心罗一巴掌，这一巴掌把皇上都给蒙住了。你为什么又打我？皇上还没有发话，你就先指手画脚，是对皇上的不敬。立春的话让众人点头，打得对呀。
黄伯父，就是这本书，请您过目。阿然，这本书可不可以放在太医院，让太医们观看呢？当然可以啦。啊，不用经过国师的同意吗？师父之前说过，书给了我就是我的了，我想怎么处理都可以。好，好，好，这事儿黄伯父为你记上一功。黄元首，来，这本书给你，这可是我从我家阿然手中抢来的，你可一定要好好利用啊。小子之前与冉郡主有婚约，还请皇上也给小子一个机会。这可是我从我家阿然手中抢来的，你可一定要好好利用啊！啊！谢谢皇上，谢谢郡主。郡主，有时间一定要来太医院看看，咱们一起研究研究医术。姑母啊，咱家阿然过几天就要出嫁了，你可准备好了嫁妆？皇上，小子是沈皇商的孙子沈星宇，小子之前与冉郡主有婚约，还请皇上也给小子一个机会。没有听说阿然有婚约在身呢，怎么现在又冒出个有婚约在身的人，还是皇商之子？哼，一个皇商罢了，还想娶我宣国的郡主，简直痴心妄想。别说没有婚约，就是有，也得给他搅黄了。沈皇上，这是你家的小孙子，胆子不小啊。皇上，这是一个误会，我们之前受了别人的利用，所以让郡主受了委屈，现在又薄礼送上，还请郡主笑纳。沈高飞把礼物盒子放在地上，转身带着沈星宇出去了。冉，那个盒子有问题，千万不要打开。哼，送一个有问题的礼物过来，也不知道有什么阴谋。黄伯父，我觉得这个盒子不吉利，我先去处理一下。皇上看着这两人的动作，就知道这个盒子一定有问题。两人进了屋子，关上房门，然后进了空间。空空，这个盒子有什么问题？会是毒药吗？我如果猜得不错，这里面应该是一种蛊，就是不知道是什么蛊。蛊？是我想象中的那种蛊吗？不管是什么蛊，最后的目的肯定是为了控制你，所以这个得处理掉。空空，以你的本事，看不出来这是个什么蛊吗？我可以试试，不过你先准备好好东西过来，不然我又该虚弱了。空空把一只前爪放在盒子上，我查清楚了，这是一只控魂蛊子蛊。我查清楚了，这是一只控魂蛊子蛊。中了蛊之后，平时是清醒的，但是一旦母蛊出现在身旁，就会失去意识，人家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。好他个沈高飞，把主意打到我们身上了，真是岂有此理。大婚的日子很快就到了。阿叶，人家都说了，婚前几天是不能见面的。他们不会知道的，我不要走。郡主，长公主和王妃过来了，问你睡了没有？大婚之日都随你，可好？真的。林静冉点点头，温艳里转身消失不见。阿燕没在这里。哦，你可不要骗我，我知道你们两人谁都离不开谁，但是老规矩就是成亲不能见面，还有2天一定要坚持住。他知道情重，不会老来的。不来就好，你好好休息，其他的不用操心。娘，你刚才也听到阿冉说漏了吧？我就知道阿燕不会听话的，明面上不能在，暗地里咱们也管不住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。林静冉听到两人边走边说的话，尴尬的有些想要挠头，躺在床上想着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。林静冉想着这些事情，不知不觉的睡着了。但她醒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不在自己的屋子里面，而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。你是谁？阿冉去哪儿了？我就是林静冉啊。温艳里一把掐住她的脖子。空空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为什么我不在自己家里啊？你睡得太死了，现在已经是第3天了，今天你必须要回去，不然你就赶不上明天的婚礼了。林静冉大吃一惊，
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啊！他为什么一点知觉都没有呢？林静然给自己把了下脉，空空，我发现我中了毒，可是我人怎么没事呢？你在灵泉中泡了不知道有多少回了，区区一点小毒，你的身体会自动排出来的。只是现在这个地方离家很远很远，想要1天之内回去，难。哎呀，回不去就回不去呗。如果他们没有发现我丢了，那就说明有人在冒名顶替我。如果他们发现我丢了，现在肯定在找我，只是不敢声张。哼，如果有人冒名顶替我，温艳里却没有发现，那他也不适合做我的夫君了。如果他为了找我不成亲，我也可以原谅他。可是如果他为了成亲找人替我拜堂，那对不起了，此生永不相见。正在寻找林静然的温艳里，此生永不相见，那怎么行？绝对不行！幸亏我没有让人冒充我们2个人拜堂，不然阿染一定恨死我。和他再一次成亲，就是为了和他正式拜堂，可不是给别人机会的。话说那天晚上，温艳里回去之后，心中很是不安。等了一会儿，他又折返回来，发觉屋里的气息不对。他进入房间，床上确实躺着一个人，但是味道不同。于是他起了怀疑，立刻把人叫醒。等床上的人睁开眼，温艳里立刻发现这不是林静然，尽管他们长得一模一样。你是谁？阿染去哪儿了？我就是林静然啊！温艳里一把掐住他的脖子，说：“我的阿染去哪儿了？不然我让你生不如死！”温艳里的声音惊动了外面的丫鬟，他们发现自家姑爷疯了一样的掐着郡主，吓得把长公主和王爷王妃都找了过来。阿燕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他不是阿染，阿染不见了。说，你是谁？我女儿呢？我就是林静然呐！温艳里可不会怜香惜玉，即使对着和林静然一样的脸，她也不会心疼。你不说是吧？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他手上用力，一点一点地把手收紧。我说，我不是林静然，我是云心罗。长公主气得上手一个巴掌，山内云心罗差点归了天。温艳里让人把他给绑了。爹娘，我去找阿染，你们看好他。我们回来之前不要成亲，不要想着让人代替我们成亲，这是我给阿染的牌面，其他任何人都不能替代。你找不到他，反正你喜欢的也是这张脸，有我嫁给你，不是一样的吗？上前一步卸了他的下巴。我们回来之前好好看着他，不要给他一口饭，不能给他一滴水。哎呀，空空，你查看一下这是什么地方啊？我们怎么出去啊？这个地方咱们没有来过，具体是哪里我也不知道。这个地方咱们没有来过，具体是哪里我也不知道。只是外面有2个人看着，武功都很不错的样子，应该就是特意请了高手对付你的。如果能够联系上温艳里就好了，那样我就不用单打独斗了。温艳里有些着急。无名，你能不能联系上空空？无名感应了一下，可以。冉冉，无名在联系我，他想要知道我们的具体位置。他们在哪里啊？应该不会很远的。我现在把周围100里的情况扫描一下，传给无名。空空把周围100里的情况都扫描了一遍，传给了无名。无名把信息与温艳里共享。大哥，咱说下话呗，不然我会睡着的。二弟，你想说什么？再坚持一会儿，3弟和4弟就会过来换岗了。你说主子到底怎么想的？京上那么多女人，还都挺漂亮，他都不要，非要这个有夫之妇。你说这到底是为了什么？主子的事情不要多问，让干嘛就干嘛。等京城那边温艳里和云心罗成了亲，咱们再把林静然带回去。到时木已成舟，什么都晚了。林静然不会提前醒来吧？放心吧，主子给的药量足以让他睡5天了。2人的对话不仅温艳里听到了，林静然也听了个真切。去他母亲那个球！到底是谁把我给掳过来的？还给我下这么重的药量，这是不想让我醒着呀？
哦，那就是不想让我成亲呗，想让云心罗代替啊？难道云心罗会易容？阿燕，是现在动手还是一会儿再动手？无名，问一下空空那两人距离这里的位置，不能让他们打个措手不及。空空说那两人还在翠云楼里睡觉，要来的话还有的等。温艳里来到林继然所在的屋子的门口，从怀中掏出一个细丝，3下5除2的把锁头打开。当温艳里进来的那一刻，林继然瞬间将棍子收起，一个跳跃进了温艳里的怀中。王良，别跟他们废话，先打一顿再说。不一会儿，听到屋里有人说：“不行，我要睡了。”然后听到扑通一声响，倒下了。另外一个说了句不好，也倒下了。就听到院外有脚步声响起，还没有反应过来，林继染和温艳里从两边打向两人，打了个正着，倒地不起。就在温艳里和林继染想要动手审问之时，按一按二从外面进来，后面还跟着魑魅和王两。夫人，按二失职，请责罚。起来吧，那天是怎么回事？夫人，那天我也不知为何吃坏了肚子，一晚上都是跑厕所。等我有所好转时，主子已经追你去了。你一定是受了敌人的暗算。按一按二，先看看他们嘴里面还有没有毒药，如果有，牙齿全部敲掉，再安上下巴。我们再怎么不对，也不会伤你性命。我们主子还看上了你，想要让你当我们的主母。哎，这么好看的视频看饿了，没有零食怎么行？我刚买到的试吃零食麻辣王子辣条，解馋香辣，太适合看剧了。最近都在抖音商城大牌试用试吃零食，身边的朋友嘴馋了，直接在这里尝鲜。这一包才9块9，超多好吃的零食都有上新，好多领券后才不到9块9。点商城，进大牌试用，或者直接点评论区就能直接选。你给我闭上你们的臭嘴！谁稀罕你们的主母？夫人早就是我们的主母，你们想来抢亲还要理直气壮，简直无耻至极！我们主子看上他是他的福气，他不高高兴兴的接受也就罢了，竟然还敢拒绝。王良，别跟他们废话，先打一顿再说。按一按二，憋着一肚子的气，早就想收拾他们了。现在两人没了还手之力，他们打的没有丝毫顾忌。不要打死了，还要审问呢。让你嘴不干净。我不办了，我说。林继染看着手里的纸，满意的点点头。没有白做一回坏人呐，拿到了好东西。这不仅是林继染被绑架的过程，里面还有沈高飞家不少的秘密呢。给他们一个痛快吧，然后把他们送给沈星宇。阿燕，走，咱们吃点东西，出发。现在两人的缥缈步已经接近大城，就他们的实力，全速前进，3个时辰就能到。夜里的心中乐开了花，脸上也乐开了花，终于要把娘子娶回家了。怎么？祖母、爹、娘，现在不是问这些的时候。阿冉能回来就是最好的，现在抓紧时间给阿冉化妆，我回去就要过来接亲。对，快带阿冉去化妆。祖母，那个云心罗呢？你走不久，有人闯了进来，把人给带走了。先不管他，现在先把婚礼举行了再说。赵氏走了过来，把林继染摁在凳子上，拿起梳子给女儿梳头，一边梳头一边流泪，把长公主看得有些心酸。她知道赵氏想起了以前受苦的日子，虽然之前阿冉算是嫁了人，但是真正意义上的出嫁还是今天。璇儿，你也别哭了，不然阿冉心里更难受。咱们家的孩子在温家受不了委屈。新郎来了，新郎来了，新郎来接亲人了。按照惯例，新娘应该由本家兄弟背出去放进花轿，但是林继染不舍得让林心计背她。温艳里进来了，他二话没说，直接把盖着盖头的林继染打横抱起，然后拜别亲人，直接出门把林继染放进了花轿。阿冉，坐好，一会儿就到家。没想到不想让阿季累到，反而被温艳里给抱了出来，真是有些羞涩。温艳里的心中乐开了花，脸上也乐开了花，终于要把娘子娶回家了，怎么能不高兴？两人一个坐轿，一个骑马，前面唢呐开路，后面众人抬着嫁妆，
浩浩荡荡的由公主府直奔温家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，送入洞房。两人跟着唱礼人的声音做着动作。上方温家二老眼中含泪，尤其是袁氏，这个儿媳妇儿是他相中给阿燕娶回来的。等一下，我怀疑新娘不是冉郡主。什么？新娘不是冉郡主？那是谁？温状元怎么敢换新娘啊？不知阁下是何人？你也别管我是谁，你敢不敢把新娘的盖头揭下来，让大家看一下？你要是来恭喜我的，那请到席间吃酒。我今天高兴。如果你是来闹事的，我可是会报官抓你的。温状元，我可没有闹事的心思，我是好心提醒你，别被人换了新娘还不自知，将来对不起冉郡主。来人，报官，让人查一下是什么人指使他过来闹事的。是。等一下，我有证据。温彦礼看着沈星宇一步一步的走来，脸色极其难看。就是这个人把他娘子掳走，现在还想要让他出丑。沈星宇来了，这个王八蛋怎么没拉死他呀？他怎么还有脸来这儿闹事儿啊？我能证明你旁边的新娘不是你的冉郡主，我能证明你旁边的新娘不是你的冉郡主。难道云心罗在他手中？难道云心罗是被他救走的？以为现在的新娘是别人装扮的？还是说云心罗被别人救走了，而外面的人是云心罗找人易容的？娘子说的不错，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。温宇一拍手，让人带上来了一个穿着红嫁衣的女子，赫然就是林静冉的脸，只是她双眼呆滞，像是个傻子。沈星宇，你说这人是冉郡主，你可真会睁着眼睛说瞎话。这个人不是我师妹，这个人就是林静冉。他之所以成了这个样子，是因为他吃了我的迷情蛊。你怎么能证明他就是冉郡主？我与他是有婚约的，那天晚上就是我把他带走的，也是他自愿吃下的迷情蛊。我们两人已经成了好事，现在我来将它还给你。大家不必多礼啊，今天我高兴，不必行那些虚礼。沈公子，想必你也听出来了，我娘子就是冉郡主，你身边那个是个冒牌货。不过你既然敢把人易容成我娘子的样貌，我觉得你这是侵犯了郡主，冒犯了皇气，我要报官处理。今天不是温状元和冉郡主成亲吗？怎么还要报官呢？大人，我与娘子刚刚行完礼，这两人就过来闹事。先是此人说我娘子不是冉郡主，又有此人带着一个易容成我娘子的样貌的人过来，说此人是我娘子。大人，确实如此，他们真是来闹事的。温状元先和冉郡主去新房走完礼仪，然后带着冉郡主出来一趟不就行了？只是那样的话，确实是委屈了郡主。这倒是个好主意。其实在这儿揭了盖头也无妨，只是不能让他们得寸进尺。两人重新出来的时候，还是那身衣服，还是那些饰品，只是没有了红盖头。老天爷，我谢谢你。我给你倒杯热水，你捂下肚子。沈公子，有一点你说错了，我与你没有婚约。你怎么可能回来？大人，沈公子来我家闹事之事，还请大人让沈家给我一个说法，不然我明天进宫问一下我皇伯父，这事儿应该怎么解决。郡主放心，我这就把他们带到京兆府，让府尹大人审问一番。林静冉和温彦礼回到自己的新房，温彦礼抱着林静冉。阿冉，你终于是我的妻子了，虽然中间有些波折，但是结果是好的，不弃我。你放心，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。阿燕，我很高兴嫁你为妻，此生愿我们执手以牵，相伴远行，人生在世，君过今日。所以你一直如今日，我一直似今朝。魏彦礼没有想到，他家娘子真的对他做出了承诺。我心不变，亦若今日。
安然，我想要……林静然知道温夜里的意思，于是点点头。温夜里欣喜若狂，刚要亲上林静然，就见林静然突然捂住肚子。哎呀！安然，怎么了？这要怎么说呀？安然，你哪里不舒服？我让人找大夫。不用，我是来小日子了。老天爷，我谢谢你。我给你倒杯热水，你捂下肚子。不用，我去空间换洗一下。说完，他便消失了。温夜里看着消失不见的娘子，心中出现了慌张。空空，你能出来一下吗？他的话音刚落，空空便出现在了他的身边。阿燕，你找我什么事儿啊？安然，我想和你绑定灵魂，我想和你一样可以进出空间。阿燕，你找我什么事儿啊？今天可是你的新婚之夜，阿冉为什么去了空间啊？哦，他应该一会儿就出来了。我找你有点事儿。什么事儿啊？怎么样才能让我自由出入空间？需要付出什么代价都行。你确定？确定。如果想要进入空间的代价是你的性命呢？你说点实际的，我知道不是这个。如果是这个，我和阿冉还怎么做夫妻？你果然就像冉冉说的一样，是个反派的料子。不过代价不是性命，是灵魂。灵魂？要我出卖自己的灵魂？那不行。如果没有灵魂，我还怎么爱我的阿冉？我说的是真的，不过不是出卖灵魂，是让你和阿冉的灵魂绑定。有2种绑定，一种是你们2人心意相通，一种是痛苦分担。你选择哪一个？我选第2个。那就等冉冉出来，你们一起商量吧。商量好了，一起进空间绑定。你现在不能把我带进去吗？你现在就想进去？是。行吧，那你抱住我。温夜里依然抱住他，一转眼2人到了空间里。阿燕，你怎么进来的？阿冉，我想和你绑定灵魂，我想和你一样可以进出空间。他不明白空空和温夜里说了什么。就是阿燕说的那样，他怕你有一天消失不见，找不到你，所以选择和你绑定灵魂。有什么副作用啊？对你没有，对阿燕有，所以你们商量一下。哎，空空，你一次说完不行吗？干嘛像挤牙膏一样，问一点说一点？哎，行，瞧你急的。有2种选择，一种是心意相通，一种是痛苦分担。他选的是第2种。阿燕，你要想清楚，不要一时冲动。这个空间只有我，你可以进来的，没有必要选择绑定的。阿冉，看不到你，我不安心。我不想一个人独自彷徨，我宁可承受痛苦。更何况，也不是事事都痛苦，只是在你痛苦的时候，我才能分担的。阿燕，我不希望你后悔，所以你再想一想吧，别到时候后悔了，可没有退路可选的。我做过的事情都不后悔，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也会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。行，你不后悔就好，我没有意见。空空，来吧。你真的不后悔？阿燕，我再说一遍啊，阿冉的灵魂可以说是从异世界而来，也可以说是从此界的灵魂去过异界，所以他会不会短命真的不知道。然后让2人相对盘腿坐好，开始绑定。2人脑海都放空了，接受了另外一个灵魂的侵入。然后让2人相对盘腿坐好，开始绑定。2人脑海都放空了，接受了另外一个灵魂的侵入。等2人再次醒来的时候，他们好像彼此又过了一世。林静然看到了前世的温夜里的一生，温夜里也看到了林静然作为孤儿的那一世。温夜里感受到空空的存在，林静然也感受到了无名的情况。哎呀，认识你们真是多灾多难呢！把我放到宝物跟前儿吧，我要沉睡一段时间了。你们2个人自便吧。空空，你有没有事儿啊？我没事儿，我有一种感觉，再次醒来后我会觉醒某些技能。
我感觉老天爷就是让我在反复痛苦中成长。表哥，你今天怎么过来了？昨天你的成婚太过热闹，阿燕不放心，让我今天过来看一下。沈皇商，不知你今天前来所为何事？臣王殿下，我那孙子做下了错事，我想请求郡主的原谅，只是没有达成一致意见。表妹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林静冉将昨天的事情又说了一遍，同时又将沈星宇绑架他一事也说了个明白。表哥，事情就是这样。沈皇商，绑架郡主是死罪。这几天光顾着剪视频，家里乱糟糟都没收拾。早上整理的时候，顺便把落灰很久的闲置物品挂在闲鱼上了。现在闲鱼还有 AI 发布功能，卖闲置更方便了。我已经回去了好几千，现在用 AI 发闲置还能抽2025元红包。上闲鱼有钱花，你们快点击左下角试试吧。臣王，草民知错，草民会将1半身家送给郡主，以求郡主放了我家余孙。沈皇上果然是大气之人啊！表哥，你与沈皇上一起清点家产吧，我就不去了。等点好了之后，我把我所有的赔偿都捐给国家，让皇上充盈国库。表妹，你真的一点都不留？我要那么多钱干什么？我自己又花不完。我守着那么多钱，晚上会睡不着觉的。再说了，这钱本来就是冲着皇上的面子给的呀，我给皇伯父，这不是很正常的吗？我这就进宫禀报父皇，到时必为你继承一功。不用，我要那些赔偿，本来就是为了不想丢皇伯父的脸，没有功劳的，我没有功劳的。祖母，爹，娘，好，回来就好。阿然，成亲这2天，阿燕对你怎么样？林静冉听他娘这样问，脸腾的一下就红了。阿然，你们是不是还没有圆房？好他个温艳丽，以前表现得那么喜欢，求娶得那么坚决，以前也就罢了，毕竟要科举，现在怎么还是如此冷待于你？早知道说什么也不能同意你们成婚。祖母，这事不怪阿燕，是我。怎么不怪她？祖母，这事不怪阿燕，是我。怎么不怪她？阿然，是不是阿燕有什么难言之隐？祖母娘，你们误会了，不是她的原因，是我的小日子来了。这事确实不怪人家温艳里。不对呀，我记得你的小日子不是这几天呀，怎么会突然来了？可能是前几天我被人绑架，身体有些累到了，所以才会紊乱。阿燕没有说什么吧？她要是连这个也怪，那干脆别娶妻了。你呀，阿季，你说的是真的？你再跟姐姐说一遍，你梦到了什么？姐，你没有听错，我梦到宫变提前了。阿季，你的梦中宫变的大致时间有吗？姐，那些画面不是很清楚，但是我敢肯定是冷的时候，就是不知道是年前还是年后。年前年后，难道会是娘亲生产的时候？阿然，我可以进来吗？进来吧。姐姐，我不想让别人知道这些。没事的，你姐夫可信。怎么了？发生了什么事情？阿燕，你梦中宫变是什么时候？什么？姐夫也梦到了前世？阿季，你不要一个人承担，有事情就和我们说。我也做梦了，我们可以对比一下。阿季，我们都在努力避过前世的结局，你姐夫不是前世的那个样子，他现在与我们在同一条船上。林静冉，你以为你和温艳丽成亲了就能幸福的生活一辈子吗？我云心罗得不到的东西，他就毁掉好了。长公主的孙女，状元夫君，这么高的身份，你配拥有吗？你现在暂时死不了，如果你说的有价值，我可以让人给你看病治伤；如果没有价值，你也只能自生自灭了。郡主，我叫梅香，是云家的云心罗的丫鬟。你应该不是他的贴身丫鬟吧？我似乎从来没有在他身边见过你。郡主，我只是院子打扫的丫鬟，但是我真的知道他的把柄。你的伤能不能早点好，
全看你提供的信息是否有用。云心罗不是真正的才女，云寻芳才是。而且我还知道，云心罗并不是荣世子的救命恩人，真正的救命恩人是云寻芳。但是为了云心罗发光发热，云寻芳只能在后院一个小小的院子度过残生。这应该是秘密吧？你是怎么知道的？郡主，我其他都不行，但是我的听力特别好，所以他们有时候说的悄悄话都被我听到了，但是我什么都不敢说。云家实在不是一个好去处，云心罗现在越来越疯狂，没想只是想活命。安二，找人给他治伤，你好好养伤。这里有一个老嬷嬷，有事就叫他，无事不要打扰。谢郡主。林静然的小日子终于过去了，等得温艳里都觉得过去了好几年了。在终于得到了肯定以后，真正的新婚夜开始了。温艳里白天是个温润公子，晚上就是一个凶猛野兽。阿贤哥哥，我虽然不再执着于温艳里，但是我不甘心这样的境遇。阿贤哥哥，你即使不想参与，也不要阻止我好不好？阿罗，你真的不考虑我吗？我们青梅竹马，从小一起长大，难道真的没有感情吗？郡主，快和老奴走，晚了怕就来不及了。我们青梅竹马，从小一起长大，难道真的没有感情吗？我又不是你真正的救命恩人，我之所以认下这个身份，就是为了让你当我的舔狗，让你为我办事。如果跟你成亲了，之前的事被翻出来怎么办？如果嫁不成温艳里，嫁给谁不是嫁？如果不谈感情，为什么不嫁一个地位高的？嫁给你荣之贤能有什么好处？阿贤哥哥，我现在根本就忘不了温艳里，如果现在就选择你，不是对你不公吗？不过你放心，我总有一天会忘记他的。只要阿贤哥哥那时还没有成亲，我一定会选择阿贤哥哥。阿罗，你说的是真的？你只要忘记了温艳里，就会嫁给我？郡主，快和老奴走，晚了怕就来不及了。当归，拿上我的药箱，走。是。林静然一路小跑进了娘亲的房间。到底怎么了？郡主，王妃疑似有小产迹象，我有些无能为力呀。他打开药箱，拿出灵泉水给赵氏喝了一口，又拿出盐针逼毒。弟弟，这次是姐姐疏忽了，让你和娘亲受了委屈，遭了罪。你放心，我不会放过他们的。祖母，让人把我娘吃的、喝的、用的全部都拿来给我看。果然在未来得及处理的茶渍中发现了问题，茶叶下面竟然有桃仁，虽然磨细了，最后还是有一些残渣。林静然压下心中的怒火，赵氏本来就桃仁过敏，他娘的身体还能扛得住，也就只是灵泉的功效了。如果之前他没有给赵氏调理过身体，现在一尸两命极有可能。管家把赵氏院里所有的丫鬟都叫了过来，长公主把事情全权交给林静然处理，自己坐在主位压阵。我知道我们一家人来自于乡下，你们生活在大城市的人会看不起我们也很正常，但是害人性命这件事儿就超出了我的忍耐底线。喂，把第二排第二个、第三排第一个、第四排第四个、第五个给我拽出来。郡主，不是我们害的王妃。烧水、沏茶、倒水、处理茶渍，都是你们几个人在负责。等了一会儿，水仙回来了，拿出来一堆东西。祖母，咱们家下人的条件挺好的呀，这月例竟然都可以在外面买房子了。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？这是谁的？郡主，这是从阿蛮床下的箱子里搜到的。阿蛮，你包里的首饰是怎么回事？这可不是你能拥有的。郡主，这不是我的包裹。阿蛮，你可想好了，这个包裹是从你床下的箱子里找到的，你抵赖不了的。不可能，我床下根本就没有箱子，不信你问荷花。你的事情我怎么会知道呢？水仙，把你的手涂一下，这里面的首饰都有毒。我知道这些首饰不是你们的，但是我也知道给你们的人肯定不怀好意，他是想让你们干完坏事之后直接死去。你们如果交代清楚，我可以救你们一命。我看到过荷花出去买东西。
我也见过他往家里拿东西，也见他出去卖过东西。郡主，我不是故意要害王妃的，我也没有办法，是他们逼我的，我也不想死。他们是谁？他们是……还没等他把话说完，一只飞镖射过来，他二话不说飞身上了房。空空，那人去了哪里？你可有眉目？那人没有离开，就藏在王府之内。空空，能查出那个人藏在哪个院子吗？在你父亲书房那个院子。说吧，为什么要杀死荷花？郡主，我与荷花是一伙的，都是云心罗让我们这么做的。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他知道王妃有孕，就想把王妃整死，让你伤心难过。他说这是第一。想到云心罗现在都将仇恨延伸到了无辜之人身上，那你们家真的是可以覆灭了。兰儿，你受苦了。早知如此，我们不如留在桃花村不出来。说什么傻话呀！阿染不在，爹也不在，就我们3人在那里，你不觉得孤单？再说了，到了京城，你找到了亲人，我也找到了亲人，还能和阿染经常见面，这不是很好吗？兰儿，这些我都明白，可是京城太乱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有人来害我们。阿燕，据得来的消息，云心罗看似已经放弃你了，但是我觉得他并没有放弃。也许投靠3皇子，逼宫造反，会是他的最后一步棋。他宫变成功之日，便是你失去自由之时。唉，云心罗与前世的温艳里何其相似啊！境遇相似又如何？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，有能力封魔，也要有能力收场才行。阿然，什么时候收拾云心罗？我不想再看到他蹦跶。我要看着小弟出生，才能放心的对付他。阿然，为什么？提前结束的不好吗？阿燕，这是一本书的世界，我来的时候还没有完结。你，还有云心罗，是书中的男女主。我不知道他的死会不会对这个书中的世界造成动荡，所以我要等书中并不存在的小弟出生。因为有人说过，一个世界想要打破，就要用新生命来填充，小弟必须出生。阿然，这是一本书又如何？我们都是真实存在的，说明这一方小世界已经独立了。更何况有我在，我不死，世界就不会塌。阿燕，不要阻止我，这不仅关系到我们的以后，还关系到我们的孩子。你说孩子？难道你怀上了？燕，不要阻止我，这不仅关系到我们的以后，还关系到我们的孩子。我想让世界长久的存在，我们的孩子要在这个世界生活下去。阿然，你说孩子？难道你怀上了？阿燕，你想什么呢？我们才圆房几天呀，怎么可能怀上啊？而且我有预感，云心罗不死，我们不会有孩子的。温艳里没来由的一阵心痛。放心，我不会让你受伤的。仲伯，什么事？少爷，镇国寺有人捎来一封信，说是悟空大师的。看看老和尚说了些什么，他应该是又感应到了什么才对。转眼赵氏的预产期要到了，林静然非常紧张。阿然，别害怕，也别紧张，不会有事的。在村中我都能顺利的生下你们姐弟，这次也不会出事的。长公主在旁边也有些担心，从她知道赵氏怀了孩子，她就开始害怕了。她担心高龄产妇有危险。郡主，荷花来了。郡主，小姐探听到云心罗将王妃产期告诉了3皇子，他们商定王妃生产之日就是宫变之时。你说什么？阿然，怎么了？祖母，没事的，这事我知道了。你回去告诉云寻芳，让她抓紧时间立功。到时候如果我不在，东西可以给我祖母，她知道怎么办。没什么大事儿，云家一个庶女求到我这里，我决定帮她一把，一起对付云心罗。刚才她的丫鬟过来找我。林静然知道了生产之日就是宫变之时，有些坐不住了。今天叫你们来是有事情要说。
我得到消息，这几天将有大事发生，所以你们几个人分成2批，一批归我调遣，一批归温彦礼，而且是随时待命。这一天终于来临，赵氏要生了。果然，这边刚一阵痛，那边便传来消息，三皇子进宫了。阿燕，你去皇宫吧，一定要保住皇上的命，千万不能让他出事儿，也不能让大皇子出事儿。给，这是解药，万不得已的时候才用，别让皇上忌讳你。赵氏进了产房快1个时辰了，还没有动静，这非常不正常。祖母，我进去看看。不行，你都没有生过孩子，你进去干嘛？祖母，我觉得心中不踏实，必须要进去看看。林静冉进了产房，发现赵氏一个人躺在床上痛呼，稳婆站在一边，只是说话不上手。她觉得很奇怪，不对呀，我没有见过别人生孩子，但是我知道稳婆都是要亲自动手的，他们为什么不动手？林静冉不自觉地吸了下鼻子，突然脸色大变。来人啊，把他们给我拿下！林静冉说完，抱起躺在床上的赵氏，出了产房，来到院中。祖母，把稳婆绑了，好好审问。我给我娘换个屋子，这个屋里有不好的东西。娘，现在没有稳婆，就我们2个人，我给你看一下情况。好你个云心罗，千算万算，没有想到你竟然从稳婆身上下手。小弟，你要自己争气一些，自己转一个方向。我知道你可以的，你一定可以的。我们2个人一起努力，把太尉正过来。我在外面给你力气。空空，你也帮我一把。在3方共同的努力下，肚子里的孩子终于变成了头朝下。林静冉从空间中拿出一个人参，掰了一块放在赵氏的嘴里。娘，含在嘴里，你一定不要晕过去。孩子已经正过来了，马上就可以生了。赵氏毕竟是第3胎，生产还是比较顺利的。林静冉把孩子放在赵氏身边。娘，你看着弟弟。祖母，给奶娘送一些银两送走吧，我娘自己喂就行。我实话说了吧，宫变开始了，我还得去宫中救皇上，所以现在家里也很危险。不知道云家和3皇子有没有什么后手。祖母，你不用担心，我让魑魅带人来了，就在暗处隐藏着。安儿，你也留下，有闯入者杀无赦。云心罗，我小弟已经顺利出生，你我2人的战斗正式开始。郝瑞，你想干什么？三弟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快放了父皇！3皇子后面跟着云家妇女，甚至还有沈皇商，这是明显的逼宫啊！郝瑞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快放了他们！皇儿，你到底怎么了？是不是别人跟你说了什么话？你不要被别人蒙蔽。谁让你们把我母妃也押过来的？快放了他！皇儿，快放了你父皇，不要再任性下去。正在大家以为事情只能这样，皇上最后会写下诏书时，温宴礼到了，众人就只见一道人影闪过，皇上从刀下消失了。温宴礼把皇上带到安全地带，立刻用刀割了绳子。皇上，臣救驾来迟，还请皇上恕罪。不迟，刚刚好啊！2人重新出现在大殿之上。温彦礼，你想干什么？你带刀闯入皇宫，想要造反不成？3皇子，贼喊捉贼说的就是你吧？你带兵闯入皇宫，逼着皇上让位，再嫁祸给陈王，其心可诛。父皇，现在我手里有你的女人们，你要是不同意让位，我就一个一个的杀。逆子，你敢！父皇，我有什么不敢的？皇上，不能下旨，臣妾死不足惜。3皇子并非贤德之人，他若上位，必定生灵涂炭，民不聊生啊！七妹啊，你要怪就怪父皇太偏心。金罗，你今天别想逃走。3皇兄，人都是要死的，早死晚死都一样，只不过你终究不会坐在那里的。就在他一想的时候，手中的刀又掉了，这次手腕的疼痛加倍了。温彦礼，这是我皇家之事，你不要干涉。阿然喜欢的人你都不能杀，
你要是想杀人，杀你后面那对妇女吧。他与我是一伙的，这些主意都是他出的，他可是我的大功臣啊。云心罗现在有些恨三皇子，这些话为什么要说出来？众将士听令，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，给我杀！三皇子一声令下，现场开始了大混战。就在大家着急之时，林近染到了，杀出一条血路，冲到皇上面前。这不可能！你怎么知道我把他们调到哪里去了？现在皇上的暗卫已到，三皇子这是造反！想想你们的孩子，想想你们的老人，还不醒悟吗？如果明晚不灵，别怪我今天大开杀戒！林近染在胡说八道！你们既然进了宫，就万没有活着出去的机会，除非我胜了。阿然，伯父给你压阵，你放心杀敌。云心罗在人群后方吓得花容失色。林近染怎么这么厉害，武功这么高？难道我今天又要像前世一样死于宫变吗？哼，我还有一张王牌。林近染一路追到了郊外，堵住了两人。云心罗，你今天别想逃走！林近染，我们果然就是前世的对头，今生的仇敌，我们就是不死不休的局面。阿罗别怕，我不会放弃你的，你在这等着，我去解决了他。云心罗知道这人功夫不错，不然他也不会为了后路把清白都给了他。林近染知道这人会用毒，所以刚才就悄悄地吃了解药，喝了灵泉。哼，在姑奶奶面前用毒，不自量力！不一会儿，那人中了毒，跪在了地上。你怎么会用无剑山的毒？你与云心罗是什么关系？你既然会无剑山的毒，那你如果不是来自无剑山，就是师承我师爷请承望吧。云心罗见那人失败了，悄悄地走了。我说这位兄弟，喏，看到了，人家丢下你走了，这样的人你还护着干嘛呀？他把第一次都给了我，没有想到心里没有我，只想着利用我。那女人那么狡诈，谁知道和几个人有过第一次啊？阿燕，这人是无剑山的，你好好问一下。我去杀了云心罗。林近染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既然宣国不能待了，那我就去其他国家。我就不信了，凭着我的相貌，还能没有好日子过？是吗？你还挺有自信的。就你这长得歪瓜裂枣的样子，哪来的勇气说出那样一番话的？林近染，你有完没完？非要赶尽杀绝吗？云心罗，你是怎么厚颜无耻地说出我过分的话的？可是当林近染想要劈下去的时候，空中有雷声阵阵，似乎在警示林近染。林近染，我就知道，老天都是向着我的，你是杀不了我的。我既然可以重生，我就是大女主，我怎么可能会死？不让我杀？哼！我命由我不由天，今天云心罗必死！林近染再次举起手中的刀，狠狠地劈向云心罗。今天就是死，也要让云心罗命归黄泉。阿燕，别做傻事儿，阿染还没有死，他这是杀了书中女主后的反噬，可惜刀劈歪了。以林近染的功夫是不可能出现劈歪的情况的，那就说明这方世界不让他杀了云心罗。林近染，收手吧，你是杀不了我的。要我说，你就把温艳里让给我，自己好好活着吧。今天你必须死！云心罗怎么也没有想到，就在他以为自己不会死的时候，他的身体分成了两半。林近染觉得眼前一黑，向后倒去。温艳里一把接住就要倒地的林近染，仰天大喊：阿燕，别做傻事儿，阿染还没有死，他这是杀了书中女主后的反噬。公公，你说的是真的？你为什么如此虚弱？阿燕，我与阿染是一体的，他反噬了，
我也会陷入沉睡。好在你们之前绑定了灵魂，以后空姐你也可以进去，只是我无法再帮你了。我等着你救醒安然。云家，一个都别想活！安儿，把那个女人给我喂狼。温夜里把林静然抱回王府，放到了他的床上。温夜里不说话，只是用手抚着林静然的脸，描绘着她的轮廓。长公主，长公主，大事不好了！当归，怎么了？发生了什么事？长公主，你快去看一下吧。姑爷好像是傻了，郡主躺在床上不动。阿燕，阿冉这是怎么了？祖母，阿冉没事，只是昏迷了，总有一天会好的。阿燕，阿冉是不是死了？温夜里的情绪有些波动。不是，他是为了救皇上追坏人时用力过度，反噬昏迷了。祖母，我去找皇上来人参吊命，让皇上来人参吊命。不管如何，阿冉都是为了救他。我来之前，谁也不要动阿冉。温夜里想得很清楚，林静然就是为了皇上才昏迷的，说什么都不能让人知道他是为了杀云心罗而反噬的。是不是阿冉出事了？一个从来没有哭过的男人，竟然在有人问林静然是否出事的时候哭了。到底怎么了？是不是阿冉出事了？阿冉在追击敌人的过程中又来了一个强敌，阿冉在我未到的时候用力过度，造成反噬，现在昏迷未醒，需要人参吊命。婵儿，开库房。林静然为了救皇上昏迷不醒的消息传遍了京城内外，包括镇国寺。天黑了，温夜里插好自己的房门，抱着林静然进入空间。温夜里把林静然放在盛满灵泉水的浴缸里。阿冉，我想你了，你什么时候才能醒过来？现在可以看到你，是我最后一点安慰了。空空也沉睡了，就连无名也没有了反应。现在我都觉得无名不是与我有联系，而是与你有关。安然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开始做梦，做的梦很奇怪，醒来就忘记了。可是我觉得那个梦特别重要，我知道那个梦和你有关。姐，我知道你一定会醒的。我把好玩的事情告诉你啊。云家被抄家了，云家所有人都被下了大牢，但是云家有个庶女却让人找到了祖母，也不知道她与祖母说了什么，祖母竟然进宫求了皇上，整个云家只有她被赦免了。我猜她之前找过你吧，你是不是也觉得她可怜，所以才会同情她的？姐，我又做梦了，我梦到你醒了，天天带着小弟出去玩。姐，你醒过来吧，你醒过来吧，哪怕我让出去一半姐姐，我都愿意。阿锦，你该去学习了，不然你姐姐回来看到你落后的成绩，她会伤心的。姑爷，世子，国师来了。我还以为你的死劫已经过去，没有想到应在今时。他声音很低，也只有温夜里听到了他的话。你放心，我会尽全力让你苏醒，哪怕半空尊圣骨。贾行之从林静冉身上看到了一些东西，但是他并没有多言。让魑魅随我回谷拿药，给我用最好的东西吊命。阿然身体无恙，醒来是早晚的事儿，不要给我拉着一张脸。阿然这次昏迷也不一定是件坏事，他熬过去了，益处很多。师父，你什么时候能从谷中回来？最快要5日。哎，难道我还没有死？那这里的我算什么呀？安然，师父昨天带了魑魅去了尊圣谷，大概5天后回来。虽然我觉得你用不上那些东西，但我就是想让他们去拿。不是我要折腾他们，是他们做了才会心安。哇哦，原来这个屏幕有声音呀！不管是悟空大师还是师父还是太医，都说了你只是昏迷，只有我知道，是因为你杀了女主的反噬。我给你1年的时间，你要是不醒来，我就毁了这个世界，谁也别想活下去。阿燕，
我不要你变成前世的样子，我还是喜欢你阳光的样子。阿然，你还在空间里吗？你是不是还在？温夜里焦急的模样突然撞入林静然的心，他的心揪疼了一下。阿然，你在哪儿？画面一转，林静然看到屏幕里出现了他的弟弟。姐啊，这是小弟，他都这么大了，我这是昏迷了多长时间啊？不会快1年了吧？不行，我得想办法回去才行。阿然，你终于醒了。这是过了多少年？你怎么都老了？阿然，不要嫌弃我，我要一直赖着阿然。1个月后，林静然能动了，能走了，恢复成了正常人，只是身体变得羸弱，经不得风雨，所以京城人都知道林静然身体有恙，无法有孕。阿然，现在你的名声都坏了，这可怎么办？哎呀，要那么好的名声干嘛呀？又不再嫁一次了，而且他们也只是敢在背后说说，谁敢在我面前说啊？再说了，我的名声不好了，皇上不就放心了吗？哎呀，皇上多疑呀！我和阿燕的功夫高，如果名声再好，他怕是要睡不安稳喽。阿然，让你受委屈了。祖母，我不委屈，今生可以做祖母的孙女儿，我很高兴。姐姐，宝宝，你要叫姐姐。阿然，他这么黏你，你要走的时候可怎么办？要不让他跟我走吧，我养着他。好。娘，我怀疑他是看到了阿纪小的时候老是被我带着，现在想要找补回来。现在看来就像是你欠了他一样，别人都抱不走。晚上，温言里为林静然按摩之后躺到床上，手脚有些不太老实。你想干嘛？阿然，我问过太医，说可以了。我想了。林静然把被子捂在头上，含糊地说了一句：“你还想让我邀请你呀？”温燕里还是听到了，瞬间精神抖擞。站住啊！你是什么人呢？这里是前厅，是会客的地方，你跑到这里干什么？这位姑娘，这是我家，我在自己家里哪里去不得？哼，原来你就是林静然啊，长得也不怎么样嘛。这里是王府，你竟然敢在王府嘲笑郡主，你家没有家教吗？刚进前厅，林静然就听到那个女人在那里哭诉，说林静然欺负了她。爷爷，刚才就是他说我没家教的，你还不教训他一顿？冉郡主，你要不要解释一下？族长，您的孙女儿您似乎不太了解。冉郡主，我的孙女我了解，她是不会说谎的。没有在场的您直接认定您的孙女儿没有说谎，那您不就是说我在欺负人吗？族长，我的女儿从来不会说谎，她说让碧珠再说一遍，就是给了她面子。爹，事有两来莫怪一方，既然郡主不想说，那就让珠儿重复一遍。如果林家都是糊涂之人，一定要劝爹不能归宗。刚才他抱着孩子回来，我说这里是前厅重地，无关人员不要过来，他就说我嘲笑他没有家教。冉郡主，珠儿所说与事实是否有出入？大伯，我嘴比较笨，说不太好，还是让我的丫鬟还原一下吧。站住！你什么人啊？这里是前厅，是会客的地方，你跑到这里干什么？这位姑娘，这是我家，我在自己家里哪里去不得？哼，原来你就是林静然，长得也不怎么样嘛。姑娘，你似乎少了些礼貌啊。这里是王府，你竟然敢在王府里嘲笑郡主，你家没有家教吗？当归绘声绘色地说完，连当时的语气都一样。族长，我们一家从乡下来的不假，是我父亲的儿子也不假，但是如果族内都是这样瞧不起我们的人，我想我们也没有必要再归宗了。我的孩子跟着我在外受气，这些都是你们林家造成的，这样的家族我林开成不屑要，你们还是请回吧。
一个从乡下长大的郡主，我看啊，你也就是长得好看点，其实也就是个草包吧。阿然，你现在病好了，也可以搬到温家了。我去，我是已婚人士，我这昏迷了1年了，怎么把这茬给忘了？我虽然很希望你一直住在家里，可是你现在是人家的儿媳妇儿，也该回去看看了，不然别人还以为阿燕是个上门女婿呢。祖母，什么上门女婿啊？阿燕呐，之前阿染昏迷，一直住在王府，现在他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，再不回去，你父母该说我们家霸道了。不过这个院子一直都是阿染的，你们什么时候回来住都行。有人这是没来过宫宴吧？竟然把个孩子也带了过来，真是没见过世面。这位小姐，你是银子吗？人人认识啊。你脑门上也没写着名字呀，谁知道你是哪位大小姐呀？我们家郡主是靖王之嫡女雨郡主，尔等见了还不起身行礼？原来是雨郡主啊！你为什么不起来行礼？我为什么要站起来？当归，告诉他你家小姐是谁。我们家郡主是忠义王之嫡女冉郡主，你还不行礼吗？哦，原来你就是林建冉，一个从乡下长大的郡主，我看啊，你也就是长得好看点，其实也就是个草包吧。乡下也好，城市也罢，都是宣国的土地，都是皇上的臣民，你有什么可优越的？毕竟你也是一个在封地长大的郡主。好，说得好。堂姐，你怎么总是向着外人？别忘记了，我们才是一个姓，我们是一家人。别忘记了，我们才是一个姓，我们是一家人。薛心雨，你说谁是外人啊？阿冉是我表妹。什么表妹？表叔的女儿算什么表妹啊？都远的看不到边了。是吗？看来宣建红是不打算认我这个亲人了。你是谁？我父王的名字也是你能提的。让人把你父皇请过来，我倒是要问问他，我能不能提宣建红的名字。姑母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谁惹你生气了？皇上，我也没有想到皇家的孩子还有如此不懂事之人，真该派个长侍嬷嬷给我好好管管。姑母不要生气了，他毕竟是个孩子，有事找皇帝，让皇帝管教他就好。阿然，带着阿旭和阿烟跟我入座。各位亲家，今天是宫宴，不必拘礼。皇兄在上，臣弟来迟，还请恕罪。最后一个到场的应该是皇上，靖王这样做有点挑衅嘞。姑母啊，刚才小侄眼里只有皇上，没有看到姑母，还请姑母恕罪。听这意思，他似乎对祖母有意见啊？难道是当时祖母支持皇上，没有支持他？无妨，刚才有位姑娘觉得我不能提宣建红的名字，所以你现在没有看到我也正常，我可不敢怪你。姑母，是侄儿的错，是我没有管好，以后定当好好管教。看来是真的有意见，连做戏都不用心了。这样的人要防着一点，以后定会报复祖母。薛心雨也没有要与长公主道歉的意思，坐在原地未动。皇帝啊，心雨有些不像话了，冲撞姑祖母，应该道歉。对不起，我错了。皇上，其他大臣的女儿都有才艺，为什么林金冉没有？是他不会，还是他不屑于展示？皇上对于宣心雨找事儿的行为非常不满，林金冉为他整来了一个国库，那财产让他看着心里都踏实。心雨，阿冉身体不好，不能展示。为什么不能？雨郡主，你的意思是你也要展示喽？我一个皇家的郡主的才艺，也是这些人陪看的。那你的意思是说，你的地位比皇上都高了呗？林金冉，你别胡说八道，我怎么会比皇上的地位还高？我只是不想给你们这些人看。你雨郡主不展示，我林金冉也不展示。不展示就是不敢，
说明你就是个草包。咱们两个都是郡主，一样的级别，都流着皇家的血，你为什么非要说自己高贵呢？难道你不满皇上的决定？所有人都听出来了，林晋冉在给宣心宇挖坑。雨儿，不要再说了，你与冉郡主地位相当，没有谁高贵谁低贱之说。宣心宇有些急了，这个林晋冉怎么滑不溜手的，死活不上当呢？皇上，那我们比算学吧，其他的在这里比不太合适。就依宇郡主，我都可以的。周祭酒啊，你来做这个主考官如何啊？皇上，臣定不入命。两位郡主，请入座。第一题，今有人共买物，人出8，赢3，人出7，不足4。问人数、物价各几何？两位郡主，请将答案写于宣纸之上，以对者为胜，同时对者以先者为胜。9章算术卷7第1题，周祭酒真是省事儿啊！你好歹把数给换一下，让我们也做一做呀。这可倒好，直接写答案呗。林晋冉把答案写在纸上，7人，物价53，众人都看得明白。林晋冉先行完成。皇上，两位郡主答案都对，但冉郡主最先可比，冉郡主胜出。周祭酒，答案都对，那就是平局。我只是写字比较慢，怎么能算我输呢？这要是考试时都有合理的时间，毕竟写字有快慢，到点交了不就行了吗？周大人，就依宇郡主平局吧。好，此局平。如果下一局还是时间差，还请皇上定下多长时间内做出为胜。半炷香吧。今有共买牛，7家共出190，不足330，9家共出270，赢30。问家数、牛价各几何？半炷香为鉴。宣纸上写道：126家，牛价3750，又判了平局。今有良马与驽马发长安至齐，齐去长安3000里，良马出日行193里，日增13里；驽马出日行97里，日减半里。良马先至齐，复还迎驽马。问几何日相逢？即各行几何？林晋冉放下笔，宣心宇看到林晋冉已经把答案写出来了，顿时有些慌张。他干脆不再做题了，直接对皇上说：皇上，林晋冉他作弊啊！皇上也觉得很无语，这不会做就说别人作弊，简直不要太难看呐！心宇，你有什么证据证明阿冉在作弊啊？皇上，他如果不是作弊，为什么每次都能在周祭酒刚说完就写出答案来？不信你问他，他敢说自己没有作弊吗？阿冉，我也好奇你为什么写得那么快，能不能跟黄伯父说一下？黄伯父，如果说把9章算术第7卷都背了下来算是作弊的话，那我确实作弊了。要知道卷7总共有6000多字，而且很是拗口，能记得这么熟也不是一般人能干得出来的。本郡主就是这么聪明伶俐，过目不忘。哎呀，爹娘给了一个好脑子，我也没办法呀，真是苦恼啊。林晋冉，既然你都背了下来，为什么不早说？你是不是想让我出丑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？我以为你也背下来了呢，不然你为什么一直要跟我比试呢？别忘记了，数可是你选的呢。再有，我要是在一开始就告诉你我背下来了，你会信吗？大家会信吗？大家肯定不会相信的，我又不是吃饱了没事干。祭酒大人，这局算我赢吗？哈哈，当然，这一局当然是冉郡主胜出。那我先回去啦。站住！难道你不承认自己是个草包吗？不行，你背过了卷7，都会做才是正常的，所以这一局不算，咱们再比。皇上，现在这事儿怎么办呀？宇郡主还想要比，可是我不想比了。心宇，你如果不服，也可以把9章算术其他章的背过，再找他比试啊。黄伯父，我才是真正的皇族。林晋冉一个在乡下生活了10几年的人，怎么可能什么都会？
而且我今天输了，那就代表皇族输了，就是皇伯父你的脸上也都无光的。你输了，只能代表你自己，只能说明你学艺不精，与皇族无关呢。温彦礼，我看上你了，你做我的骏马吧。输了，只能代表你自己，只能说明你学艺不精，与皇族无关呢。虽然你是皇族，但是阿染身上也流着皇族的血，他是我皇族的血脉传承，他赢了，我皇族脸上也是有光的。皇上的话无疑给靖王和宣心宇一个响亮的耳光。皇伯父，今天晚上我在这宫宴之上受了委屈，所以皇伯父你要给我一点赔偿，让我高兴高兴。你不高兴就想要赔偿，那朕呢？哎呀，你这孩子看上朕什么好东西了？只要可以给你的，朕也不会吝啬的。皇上，我今天晚上看上了一个男人，还请皇上把他赐给我。你要想朕给你赐婚？不是的，皇伯父，我只是想让你把他赐给我。心宇，你这话说的太过无礼，怎么可以随便赐人呢？你未免太不把朕的人放在眼里了。皇兄啊，臣弟真的没有这个面子吗？啊，皇帝，注意你的态度。这满屋的男人都是宣国的人才，是朕的栋梁。皇伯父，你们与父王别再争执了。鱼儿改主意了，鱼儿想要赐婚。玉儿，你怎么一会儿一个主意？赐婚之事还是作罢吧。既然你有顾虑，不愿意问，那我自己问好了。他说完也不等皇上同意，径直走到温彦礼的面前。温彦礼，我看上你了，你做我的骏马吧。与郡主莫开玩笑，下官已有妻子，不可能再做别人的夫君。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温彦礼是我的。我知道呀，不就是林金染吗？说了便是。下官没有郡主的爱好，见一个爱一个。下官对自己的妻子非常满意。你可想好了，我可是真正的皇族，不是林金染那个乡下来的郡主。与我在一起，你的地位会更高的。最后再多说一句，想买车就剩瓜子坐在家里就能挑。与我在一起，你的地位会更高的。谢与郡主错爱，下官只爱阿染。皇兄啊，当年父皇宾天之时，皇兄可是答应了臣弟一个要求，臣弟现在要求皇兄兑现，臣弟就要温彦礼做允儿的骏马。皇上也很为难，当时他坐上皇位之时，确实在先皇面前答应了他一个要求。我此生是不会与阿染和离的，也不会再娶他人。先皇以人治天下，怎么会给皇上留下这么大一个不智之举？如果皇上非要用了兄弟情谊而谎称先皇有留，那臣选择辞官回家。皇帝，朕金口玉言，是不能乱说话的。皇兄啊，实在不好意思，先皇还真给臣弟留了一样东西，不知皇兄看看此物可好啊？我去，圣旨！皇帝，温彦礼你就不要肖想了，更何况阿染是我皇家的恩人，我不可能做那些忘恩负义之事，朕绝不会同意此事。建宏，你这是想要我孙女婿和离后娶你的女儿，你就没有想想我是否会同意吗？姑母，我也不想的。你如果非要如此，我可以代表你死去的父皇逐你出皇族，到了那时，你手里所有的东西都要归入国库。建宏，我再问你一次，你可是想好了？哇哦！我的祖母这么厉害的吗？原来祖母才是背后的大佬啊！他忘了一件事儿，先皇归天之时，曾经给长公主一个圣旨，如果他对皇族不满，是可以处罚的。姑母啊，是皇侄的错，以后本王绝不再提。宫宴不欢而散。你说什么？他怎么会知道自己在想前世的男友？阿染，你对我今天的表现可还满意？你今天有这样的表现不是应该的吗？难道还想要什么奖励不成？娘子会给我奖励吗？还记得刚穿来的第一天，看到躺在床上的他时，还想着看看他是不是前世的男友呢，没想到现在他竟然成了我的老公。难道我真的与他前世的男友
有些关联。阿然，今生有你，我很满足，但我还是有些奢望，奢望着你在意识的男友也是我。你说什么？他怎么会知道自己在想前世的男友？阿燕，说不定是真的哟。我前世的男友真的和你长得太像了。那个男人与我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吗？他会不会是我？如果你真的是他，或许你如今对我的好，就是因为前世对我的亏欠吧。哎呀，好了，别再说他了，重要的是现在。阿然，在你昏迷的期间，我断断续续做了好多梦，梦中都是我们没有成亲之前的事。那个时候，你经常带着阿姐上山打柴，我就在一旁看着你。时间长了，梦中的我是喜欢那个打柴的小姑娘的，只是我知道自己从小就定了亲，所以不敢招惹你吧。你醒来看到我，怎么没有想起那些事儿呢？那是昏迷醒来后没有想起来，肯定是因为毒的副作用。而且我从见了你就开始喜欢。阿然，阿燕，我终于又活了过来！林静冉听到这个声音，高兴的直接进了空间。空空，你终于醒了，你都不知道我有多想你。好了好了，我醒了，这都是好事儿。我现在感应到了你前男友的气息，他好像也来了这个世界。你说什么？他来这个世界干什么？哎，你这话问的，我怎么知道啊？阿然，他是，你怎么啦？你不会是醒了，把他给忘了吧？知道他是温艳里，可他也是艳里。我知道他是温艳里，他当然也是。等等，你说他是艳里？这怎么可能啊？他怎么可能是艳里呢？那个男人不辞而别，留下我独自远去，他怎么可能会在这里啊？空空，你说我是谁？没错，他就是艳里。空空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你怎么可以质疑我的判断呢？我这次沉睡又觉醒了新技能，只要是我见过的人，我都可以感受到他的气息，不管过了多久。空空，我真的是阿忍在意识的前男友？绝对没错，你的气息与他一模一样，而且阿然也说了呀，你们长得也是一模一样啊。空空，你不知道我们长得一样？你没见过那个男人？冉冉在前世的时候，我一直都是沉睡的，自然是没有见过你啊。但是你经常在冉冉的身边，你的气息还是透过玉佩传进了空间的。那如果我就是那个男人，为什么我没有他的记忆？这个我也不知道。哎，不如把无名叫出来，问一下他知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无名从温艳里身上飘了出来。无名，你知道阿燕是怎么回事吗？还有，你到底是什么呀？前世我是艳里身上的那块胎记，所以他来了这，我才可以进入他的脑海。啊？你是他的胎记？哎，那他为什么没有前世的记忆呢？还有，他前世为什么要离开我？他前世的职业有些特殊，不得不离开你执行任务，所以他后来回去找你了。可是你已经彻底从世界上消失了。也许以后这些事都会清楚，最重要的是现在我们还在一起，而且我也确信今世的我在弥补前世的错误。三位亲家，朕让你们去主考乡试，为什么会传出有人买试题的传言？你们与朕说说，到底是谁买了题，是谁卖了题？